江城在院子里扫视了一圈，他们住的院子不算大，3间茅屋，2分菜地，还有一个挖了一半的地窖，因为没多少家具，看起来有点寒酸。其实院子已经翻新过，台基斑驳的旧瓦片铺成一条碎石小路，从门楼延伸到堂屋，门楼也是新的，上面装饰着动物图案。山中的村民相信，他们的祖先来自山中的神灵。门柱一边有白色的鹿，另一边有黑色的鹰。院门右边就是井，井旁是几垄嫩青，还留有麦秸香味的土坯，墙上是旧屋拆来的雕花细格门窗。也有后院，不大的一片小竹林，砖垒竹编的鸡窝鸭房，爬山虎从墙根顺势而上，中间穿插着零星的嫩黄小花，素朴清雅。这就是魏无羡生活的地方。荷兰旺基就是太普通了，江城才会觉得诡异。他瞥到院角摆的4、5个坛子，随手一指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杏花酒，蓝湛做的。”言下之意，蓝湛给我酿的；言下之意，不能招待你了。江城看了看他，白眼就要翻起来了，又压了下去，转而将目光落在了旁边的厨房，瞧他神色，似乎是打算看看那里面有什么。魏无羡突然想起来蓝忘机临走时放上的笼屉，忙把手一伸，将人拦住了。厨房油烟重，你穿得这么体面，就别进去了吧。倒不是厨房真的不干净，而是厨房里的东西他不好意思给外人看见。过年蒸馒头，手巧的妇人会把面团捏成各种小动物，小刺猬啊，小猪啊什么的，一是为了好看，二是为了哄挑嘴的小孩吃饭。村里的小朋友们来找魏无羡玩的时候，手里就拿着一个。魏无羡小时候没吃过这东西，瞧着新奇，就多瞅了几眼。蓝忘机当时的表情特别平静，但回去就偷摸学习去了。下次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就多了几只馒头刺猬、馒头兔子。其实要是自己家门一关，谁管你吃的什么花样？但拿出来给别人看，尤其是江城，魏无羡就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别是里面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江城打小就有这本事，你越不想听的话他越说，还说得特别准。你要实在想进去，我也不拦着，但咱们先说好，村里可比不上云梦，厨房脏得很，待会儿沾你一身油盐酱醋，可没衣服给你换。其实厨房很干净，蓝忘机是个对生活质量要求很高的人，无论在哪里，总是将自己的地方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干净明亮。好在江城也没什么兴趣逛厨房，他看到厨房旁边的竹竿子上晾着还在滴水的衣物，想了想，这里好像没有下人，就问：“这衣服是谁洗的？”魏无羡老实道：“自然是我洗的。”你洗的？江城有些不信，他手指稍稍偏移，指着旁边那些明显不是魏无羡穿的白色衣服。那这些也是你洗的？是我洗的。两人再见的时候，魏无羡曾说过江城没有长进，这话一半是怨气，一半也是事实。这10几年来，江城在管理江家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但在生活方面却仍是一无所长。所以魏无羡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不自觉的就带了点骄傲的意味。可江城显然理解成了另外一层意思，眉峰一蹙，鼻梁上皱，冷然道：“他自己的衣服自己不会洗吗？”因为莲花坞的事，江城对蓝忘机多有迁怒，提起他时也总没有好脸色。魏无羡自觉洗衣服不是什么大事，所以不知江城为何激动，反问道：“你说蓝湛？不行不行，你知道他力气有多大吗？让他洗，一会儿就把裤子全扯坏。”虽然是唠叨，但这话透着熟人，还有那种别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亲热。江城看他的眼神一时间变得更加复杂，他努力把蓝忘机面无表情扯坏裤子的画面从脑海中丢出去，忍不住又问：“那这儿所有活都是你一个人干？”“怎会？”魏无羡掰着指头跟他说：“他负责做饭，我负责洗衣服，温宁负责喂鸡，分工明确。”江城一怔，蓝二还会做饭？他是真的有点意外，在他印象里，蓝家人永远都是白白净净、一尘不染的，厨房这种油烟重的地方都不怎么喜欢。蓝湛他什么都会。魏无羡语气骄傲：“再说，家里总要有一个人会做饭吧？”江城沉默了，他环顾一圈，打算再到屋里看看，刚抬起脚准备朝最近的那间走去，魏无羡赶忙提醒道：“那是温宁的房间。”江城立马把脚收了回来，调转了个方向，去了隔壁他们俩住的那屋。他们俩房间里东西也不多，迎门靠窗就是一张旧木桌，上面放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。江城轻易便认出
左边规制整整齐齐，那面肯定是蓝忘机的，右边放着石头、瓶罐、木雕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那面是魏无羡的。他打小就爱收集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当江澄把目光落到床上时，他终于意识到方才那股越来越瘆人的怪异感出自哪儿了，不自觉音量都提高了好几个度。你们俩睡一起？魏无羡心道不妙，他怎么把这事忘了？忙敛了神色，故作淡定的应道：家里床坏了，我们暂时睡一块儿。思索一番，又急忙补充道：其实是这样，这边风大，我晚上睡觉脚冷，他身上暖，被子不够，我们就凑合睡一起了。因为脚冷就和别人睡一起，显然不在江澄的理解范围内。要是魏无羡真不在意，听了这话早就嬉皮笑脸的说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，反而越是像现在闪烁其词，支支吾吾的，才是真的有鬼。蓝忘机怎么想他不知道，但魏无羡他可太了解了，剑法都不会背呢，就提着随便招鸡撵狗上房揭瓦了。他这样的人天生喜欢热闹，永远不甘寂寞，能让他窝着深山小院里锄地喂鸡斗蛐蛐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他想要的东西就在这山里。我听金陵说，蓝儿自观音庙不告而别，消失了近2个月，蓝家四处都找不见他，还在想他跟你到底会去哪里。原来就是这样的地方。魏无羡道：什么叫就是这样的地方？江澄瞥了下外面，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，这穷乡僻壤、漏风破雨的，别说和云梦，就是镇上百姓住的普通平房，也比这儿好太多。他的嫌弃太明显，魏无羡心底莫名就起了一股火。江澄当然不会懂，他从来没有流浪过，从小到大，他身边都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，偌大的莲花坞都在他脚下，他想回就回，想走就走。而魏无羡活了2辈子，到头来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也没有，无论去哪里都是寄人篱下，高兴了就让他多住些日子，不高兴了随时都能赶走他。无论是漂泊无依，还是仰仗别人的心情来过活的日子，对他来说都已经腻味了。可是这里不一样，无论好赖，这地方是他的，是他和蓝忘机一点一点亲手打造的家，不管他看起来多简陋多不入眼，也是他的。他住着舒坦，心安理得，无论谁来谁去，要走的人终于不是他了。因此当有人对他这个家表现出明显嫌弃的态度时，魏无羡作为家的主人深感冒犯。他眉峰一拧，原本平静的眼眸就有些灼人的锋利。但我觉得这里很好，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。江澄听他说朋友，不置可否。我来的时候听人说，蓝老先生如今病重在床，则吴军又闭关，蓝家现在正缺人手。你选这地方也不怎么隐秘，他们迟早会找到这里，到时候把蓝儿叫回去，你怎么办？继续种地掘菜洗裤子，还是说你跟你那位朋友打算一直这样？魏无羡心里一沉，这个问题他早就想到了，但他不愿在江澄面前表现出这些忧虑来，于是故作大方道：他自己有手有脚的，我又没拴着，想走自然随时都可以走。江澄意味不明的哦了一声，拖了好长的音，突然又微扯嘴角道：你和他真是那种关系？他这一句话说的云淡风轻的，不像是疑问，倒像是肯定，像极了以前逃课回来时江澄说的那句你又去喝酒了吧。魏无羡猛地抬头，方才的淡定沉默通通不见，全都变成了难以掩饰的慌乱。不是，你搞错了，我和蓝湛不是那种关系。要命，他就知道江澄一定会误会。江澄这人说话向来直来直去，不怎么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自己爽了就好。这些调侃的话他听听也就罢了，要是被蓝忘机听到还了得。虽然他脾气不差，但蓝忘机是谁？姑苏蓝氏的2公子，世家公子的楷模，岂容他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毁他清誉？江澄嗤笑一声，却没接话。其实一开始听金陵说的时候，江澄心里还有点不信，他是亲眼见过魏无羡在乱葬岗怎么生活的。窗户都没有的山洞，阴森森的血池，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破旧的薄毯子。但是现在，这就是他想要的，他想要生活的地方，一个陌生的村庄，一个普普通通一点都不特别的家。蓝忘机为什么要和他一起走？金陵又为什么要去找蓝丝追他们夜猎？去猎了什么东西？又见到了谁？支支吾吾不肯说。这些其实他都知道。江澄从20岁开始，身边就没真朋友了。魏无羡是死过一次的人，落魄成这样，还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生活，还有人牵挂他，不远千里来看望他。管他是什么仙府还是草房，
仙门名士还是猎户村妇，都已经是极大的幸运。罢了，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。总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。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